咦，黄金哥今个来了，拿2块金砖，干啥来的？黄金哥？这不是遇到点儿难题吗？啊，啥难题？请你帮助一下。啊，让我帮忙来，啥事儿啊？这不是这3个孩子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吗？啊，3个儿。要分家，闹着要分家。哦，那等于说是要分家，分家哎，这2块金砖啥事儿啊？这是金庄呢，嗯是这个，我在城市打工了10年。哦，等于说你给嫂子能干10年，然后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金砖了。哦，都买这2块金砖了。了。哦，等于说是分家啊。我先给你称称嘛，中不中？我先给你称称重量，2公斤，2000克，咋说呀？你有这个就是说我是这样啊，你咋分法？咋分法？3个儿，2块金砖。2块啊，对。这简单的不得了，按重量分，2000克除以3嘛，对不对？这不一分不就行了吗？你关键问题是我不想破坏它。不想破坏，你有啥不想破坏？你看，好不容易攒下这2块金砖，是吧？它有纪念意义啊，干嘛要破坏？哦，你的意思是不忍破坏掉？对。那好办，我跟你说啊，你叫这2块金砖卖了，再重新买3个新的，不就齐了吗？这简单吗？那你这样说那个时候买便宜，现在买开始买还是贵啊？哦，害怕花钱。何必嘞？哦，害怕花钱。咦，那你平时3个儿子对你咋样都？都不赖啊，对我不错啊。对你都不赖。那你用啥叫这2块金砖给他们分了啊？你看，这不是为了以后这个他儿子不养老嘛。哦，害怕他不养我呢。那不得了吗？那你找不着，那说实话，你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法帮你，是不是？你看你一个人找你解决问题嘞，这点问题难住你了？这有点难啊。哎，我看你这水平还有限呐了吧？没有社会阅历你这个问题都帮我们解决不了。我看你还是回到家卖葫芦鱼吧。咦，真的，我跟你说，黄金哥，你这样的分法，我真是第一次见，我有点懵，一时间还真是找不着合适的方法，我这能力真是有限。你回去种葫芦鱼吧，卖点葫芦鱼吧。以后不念啥的棋盘戏呗，我跟你说，我也是醉了。我这有3两重的狗头金你都不知道啊？卖我狗头金那家伙，那啥家伙都不懂。哎呀，狗头金，你这还是买别人的，这看着颜色才像黄铜哎，这多少钱买的？啥黄铜哎，正儿八经的狗头金这么大一块整整3两重，2000多块钱捡了一个大肉。如果真是天然的狗头金的话，2000块钱买确实不贵。狗头金其实就是天然形成的明金，形状不规则，有的像狗头，但是你这个很明显不像狗头。重量的话，我拖着有点轻，我很好奇啊，是什么样的人卖给你了嘞？这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路边金店买的，他要价3万，我胡乱砍价给他2000块钱，他竟然让我捡个漏。有没有漏咱先不说，就说你在金店买狗头金，如果这狗头金是真的，人家不比你懂得多吗？你不知道啊，我看他是个年轻人，懂得也不多，哪有我懂得多哎？我多聪明哎！你这想法不对吧？人家开金店嘞，无论是多大年龄，首先他肯定是有这个2把刷子嘞，店面都开起来了，这肯定对这个黄金很了解啊，和这个年龄没太大关系。现在有很多技术活都是年轻人做的，再说人家开店干生意嘞，2000块钱卖给你，里边肯定有钱赚啊。你都不知道，原来是3万的狗头金，我给他乱砍他价，这就当废金子卖了，能赚钱啊？你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他给你要价3万，有可能啊是一个虚高的价钱，2000块钱买回来，你想赚多少钱？这么着也得吃个差价吧？3万块钱减去2000，赚一个1、2万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你别说是狗头金了，如果是黄金的话，你2000块钱买回来，多少还能赚钱？哎，关键是，在我看这成色，你看不行啊，这看着就像一个铜疙瘩，这和狗头金和黄金这都沾不上边儿。耶，你说这话啥意思啊？我2000块钱买的狗头金，明明是捡个大漏，你就说能给多少钱吧？给你2000块钱的本金，我感觉都有点玄乎。先说什么是狗头金，狗头金是天然形成的明金，说白了就是黄金。外观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平滑，有类似于银锭底部的蜂窝，这是狗头金的特点。而你这个和我刚才说的狗头金的特征啊
明显沾不上边儿。你看表面既不光滑又没有蜂窝，这个状态呢，所以说和这个狗头金对不上号。另外就是黄金的密度比较重，而我拖着你这个重量太轻了，这密度压根儿和黄金就挂不上钩。如果真是黄金的话，不说有1斤8、9两的样子必须得有吧。我这有电子秤，咱们可以来称一下它的重量。你自己看看，这才多重？这才100多克。我跟你说一下吧，没那么重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是空心的。我看到了，它这个底部确实有一点空，但并不是全空。如果你这个真是狗头金的话，确实要比常见的那黄金贵，因为黄金比较常见，你有钱的话要多少就可以买多少。但是狗头金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形成的特点比较独特，所以我看你这个太悬了，我个人感觉给你出不了价钱。出不了价是几个意思？是无价还是不值钱？你得给我说明白啊！鉴于你这个东西我认为和这个黄金不搭边儿，不要意的意思就是给不了你钱。不是我这种想对你的我感觉你就是不懂，连我懂得多都没有。可能是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这个狗头金，对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比较欠缺的。鉴定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谅解。我也是对狗头金边认识边学习那你就多学习学习吧，省得以后让人笑话。好嘞。来，我评理这门的黄的老银元，俺大儿媳妇说是假的不值钱。哎呀，大爷，你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呀，真假完全没问题。这看着怪得有20多块吧，这一下子卖了，这还不少值钱嘞。俺儿媳妇才挑剔的给他这一块他还不愿意，这一块不顶这一堆吗？哇塞，大爷，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这个是贵州的汽车币，在我们银元界这是属于大珍级别的。我看你这个品相状态还不错，论价值的话，一块汽车币能买这普通的袁大头最少是400块以上的样子。你可不能胡说呀！这个我给俺儿媳妇了，俺儿媳妇她还搁这点挑剔，她要给她大嫂搁这点宣扬，他俩人都闹翻了。大姨我又给他要过来了。一般妯娌之间闹矛盾不和谐，都是因为这个分家不均衡造成的。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对吧，没有手机，资讯不发达，这种银元能值多少钱大家都不知道。现在在手机上上网一查，大概值多少钱，大差小不差。这个汽车币能买这种袁大头，说实话能买几百块，大儿媳妇肯定是不愿意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汽车币真值钱我现在我要给俺儿媳妇又要来了要来了，我准备叫这个值钱的给俺大儿媳妇，叫这不值钱的给俺儿媳妇。大姨，我看你这年纪得有60、70岁了但是你这没有活明白你这是属于典型的相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一碗水没端平。对儿媳妇一碗水端不平的话，很容易就引起这个家庭矛盾。人家都说家和万事兴，对吧？你这相偏这也太明显了。那我没有相偏呢，我哪来相偏嘞？我对银元又不懂。你刚开始确实是不懂，就以这个数量为例吧。你看你跟那大儿媳妇20多块袁大头，给二儿媳妇就给了1块，就是因为你不懂，把这个贵了又要过来，又准备给大儿媳妇，你这做的也太明显了吧？那俺儿媳妇她不懂事，我肯定对她有意见了。你都说这个银元管值多少钱吧？你大人有大量，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先说你这一堆袁大头这个品相状态还都不错，无伤无戳，壁面超级干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品相。3、8、9、10年份，除了这个贵了8年没看到，还有这个传样没有21、22年。抛开版线不说，就按现在的行情来说，这1001块20多块，这小3万块钱了。这真值钱吗？那我说这还不知道真值钱呢。你说这还不能给俺儿媳妇玩嘞。给他10块。给他10块掉下这都给俺大儿媳妇。大姨，你咋那糊涂嘞？你可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拉仇恨呐！刚才就跟你说过了，这些袁大头它不值钱，真正值钱的是这个汽车币。这种汽车币，你可不要认为它这上面印了一个汽车就是现代的东西。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民国17年，这种汽车币啊，这是以前的正八经的古董，这个当时把汽车印到银元上，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头一招，设计比较超前，是当时贵州省主席周锡成设计的，他为了修一条公路专门发行的，总发行量才5万枚，现存世量不详，反正就是少。你这个品相保存的又那么好，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瑕疵，非常完美吧？这少说也得值个大几十万呢。这个真值钱嘞！我现在我都叫这个给俺大儿媳妇去。我以后我得指望俺大儿媳妇给我养老嘞。大姨，你这分法太相偏了。你这样分的话，那儿媳妇肯定对你这意见特别大。那他有意见，他先保留。那既然你都给他们要过来了，那暂时谁都不分了。这个有贵重的这么银元，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在你手里边放着，说实话，他们俩会抢先来孝敬你的。你这享受天伦之乐，一家人其乐融融，总比两个儿媳妇勾心斗角，对吧？在一起闹别扭强太多了，你感觉嘞？我都这，我收着，我都去给俺大儿媳妇去。这大姨，你得别糊涂，别犯糊涂事儿啊！我没想到俺闺蜜竟然这么损，我这生孩子竟然送给我一块银元，而且还是一块假银元。闺蜜啊，一般都是自己的好姐妹，给孩子送银元不应该送假的吧？来，我看都是啥的。绝对是假币。你说谁家银元会发黄？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你先不要着急啊，这是一块入皮盒的湖北龙，这壁面泛黄应该算是它的黄油彩包浆，真假的话要仔细核对官网。我对这个银元也不懂，还是我婆婆看出来的。她说这是过去清朝的银元，上面竟然带英文，它就是假的。带英文太正常了，因为像这种过去的银元啊，它的模具就是外国人给我们设计的。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还不错，虽然说没分，但好歹啊也是 UNC 状态的，尤其是龙鳞很不错。恁婆婆啊，这分明就是不懂啊。我婆婆比我懂，俺家里面就有袁大头，已经仔细对比过了，上面一个英文字母都没有。那是袁大头银元确实没有英文，我给你细致的讲一下。恁婆婆说了2点都没有根据。第一，泛黄，这是它的包浆，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黄油包浆，加上你看你这壁面带转光泛黄，不仅不是什么毛病，反而能给它加分。另外它这一个带英文字母太正常了，因为这种银元在过去它就相当于是贸易银元，是清朝和全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用的，所以说这就很正常了。你说正常那就正常呗，我妈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龙样，对，我还以为是假的，把我吓一跳。闺蜜关系在这放着嘞，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真假完全没啥问题。估计也值不了几个钱。我妈说袁大头才几百块钱，我可是一天给她随5000大红包啊。放心吧，礼尚往来人家也不会亏待你的，因为这个湖北龙你看平时一块就顶这个袁大头2块多。况且你这个龙鳞，你看又那么好，又是皮盒 UNC 的状态，绝对可以给恁这个孩子当个传家宝之类的，完全没啥问题。你别这样说，我还是知道价值的好。别回来赔钱了，卖给你多少钱？赔钱倒是不至于，5000块钱现在说实话也买不到什么银元，基本上沾上皮盒的银元都不便宜。你这个 UNC 92，首先状态是属于未流通的品相。未流通就是银元从招币厂出来，未在市面上露过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从银行取出一沓新钞，在家里边一直放100多年才拿出来，所以从状态上来说，品相各个方面挺好的。一般湖北龙它这个龙鳞都比较差，基本上看上去都糊住了，因为过去银元模具普遍存在重复使用。再加上湖北龙鳞比较突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容易磨平，所以这个湖北龙整体品相都不好。在反观你这一块可以说是百里千里挑一，相当于是从招币厂出来似的。壁面不仅没有任何的流动痕迹，而且壁面你看还带来一层黄油转光，所以说你这个湖北龙保存的品相都特别好。这幸亏是没给分才送给你了，如果带分这恐怕也到不了你手里边。啥意思？带分能给多少钱？现在又能给多少啊？带分的话，估计带好几万了，因为你这个不带分，看你这个状态，也能给到你1.5万左右吧。
乖乖嘞，还没分儿，还给1万多了嘛？对，那去哪里能加分啊？能多卖钱是好事啊。去加分那得去皮革的评级公司了。评级的啊，基本上都是看运气的，因为这个评级的时候啊，一般待这个几个月，给他们再寄过去就可以了。还得邮寄啊？对，好麻烦。那我还是给自己别没事找事了吧。对，你又不卖，没必要去换盒子加分，没必要去花那钱。只要真假没啥问题，以后出手的人啊，可以随时变现就行了。好嘞，谢谢你老板。没事。这块音乐我吹过了，香得很，100%是真的。这一下子我终于可以非常知道变红了。你这个音源确实不得了，袁世凯的7分帘，随便拿一个只要是金属的东西都能吹响，能吹响并不代表就是真的呀。这话说的没根据，反正我这次相亲是找到了一个高富帅，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一个那贵重的音乐。第一次相亲见面送这个并不现实，你这个音源是袁世凯的7分帘，属于典型的样壁，存世量是屈指可数，而且你这个还是签字版，这个图盖着了。相亲见面我倒是经常见有炫富的，但是并没有见过有献丑的。你这个音乐虽说丑是丑了点吧，但是它价钱可观。我上网一查，好几百万嘞！我这次终于可以嫁入豪门了。哎呀，像你们00后相亲见面只讲经济不讲人品的话，那结婚之后万一像海市蜃楼虚幻的话，那受伤的最终还是你们啊。海市蜃楼谈不上，除了嘴会说之外，还挺关心人的，最重要是对我好啊。这份音乐我吹了就是真的。你不要一味的信奉，只要吹得响的音源都是真的，只要是金属的，你卡在手里，它扁迟，它都能响。过去人吹响是听音源的材质是不是银的，因为过去音源也有假币，假币通常都是用铜做的，他听声音分辨是不是银子而已。而现代人分辨真假和过去区别很大。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懂，我也专门称过重量了，26.8克，一点都不少。哎呀，这个26.8重量是对的，因为银元的尺寸薄厚，在一定的情况下，只要用银子做出来，重量都是那么多。你这是啥意思哎？你咋老是跟我说反话哎？这银元是咱家祖传的，还能有假的吗？你也不要对我产生什么误会，我只是简单的给你提醒一下。说实话，你这个袁世凯的7分帘，这个确实不是家传下来的，你也不要对他这个抱太大的希望。你这话说的有点阴阳怪气啊！你就说在你这里能给我多少钱吧？说实话，我还真不给不了你价钱。像这种袁世凯的7分帘，当初这个音源做出来之后，拿给袁世凯欣赏的时候，当时的设计师乔治才发现，现实中的袁世凯比音源上的这个人胖多了，所以又重新铸模修改，才留了后来我们常见的3、8、9、10年的袁大头。而你拿了这个币种啊，只是试铸了而已，所以存世量极少，价格自然也就上几百万了。对，你这讲的跟网上记载的一样，物以稀为贵，所以值钱。如果是真币的话，肯定是值钱的。像你刚才说是家传下来的，首先说它这币面包浆并不是一眼开门的，一般像这种怪的包浆啊，这都是后天做出来的。银元老不老，包浆很重要，包浆不开门，即使是再贵重的银元，也都要看它这个扁池压力了。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扁池压力，它这个扁池细看啊，第一看上去比较软，石柱币的扁池啊，没有这种现象。第二就是它这个扁池整体划一，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眼夹。如你所说，只能说明它这个材质是银的，银元确实不老。那不老就不老呗，不老的话它应该也有价钱吧？26.8克银子而已，市场价你就按100多块钱算呗，再高也没有人要了。我真没想到会是假嘞，我还以为能卖几百万嘞，这太搞笑了吧？所以女孩子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听她说什么，你得看她做什么。还有你们女孩子见面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往钱上看，年轻人，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高富帅啊？只要脾气谈得来，真心实意对你好，就像那种潜力股啊，也可以交着往这看看，总比那些虚情假意，送给你这假银元强吧？你说的对，我还还给他去。对，还还给他吧。好，我都不相信了，这10块银元能值20万？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啊？ 10块银元能值20万？
那应该都不是一般的银元吧？来，我看看啥样的。是不是一般的银元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银元。不多不少，正好10块整。你这10块，这都是评级银元啊，而且还都是 PCGS 的盒子，真假看着倒是没啥问题。这我看着20万有点呛啊。有点呛的意思，那就是说明它不值这个数。对。说值20万把我吓一跳。哎呀，你这是第一次见银元，而且还都是龙样，竟然连价值都摸不准。为什么说这值不了20万嘛？因为你这些啊都是34年的普通北洋龙，我看里边也没任何斑，值不了20万。你这也不至于这个担惊受怕呀。快递说值20万的时候，确实把我吓一跳啊！这个快递啊，是俺老公昨天收到了，上面写的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是这里面的银元却不是我了。那你这是典型的收错快递了，无论他们值多少钱，你都得把银元给人家还回去不就行了吗？快递我是收错了，但是这个责任又不在于我，我凭啥交东西给他呀？你这话说了就不对了吧？现在快递都是实名制。别人发错快递，确实责任不在于你，但是别人既然已经找到你了，你得有义务把东西还给人家。况且这些北洋龙，它又不是10块钱、8块钱的东西，毕竟价值在这放着了。你刚才说这些银元值不了20万，他还诈唬我说能值20万啊！我都去人家快递公司了解过了啊。报价20万，那不得好几百块钱吗？你说的很对，这报价20万确实得好几百块钱的费用，但是为了这10块北洋龙的安全，这个参加保价，这不很正常吗？我感觉他们是在诈唬我，反正就是想要走这些银元，没那么容易。你这越说越不占理了，你这又收错了一个快递，简单的一件事，你把它给搞复杂了。银元不是你的，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人家都告诉你报价20万了，你这还想啥嘞？哎，我来这本来还以为管值20多万呢。如果有差价的话，赔他20万，我还能多赚点钱。你这算盘打嘞，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你这收错快递啊，竟还想吃差价，只可惜你这银元好是好，都是普通的34年北洋龙。第一，北洋龙评级全部都不带分，因为现在像这些评级币啊，带分不带分，它这个价格能差10万8千里。好啊。你这些状态，这都是原味的，虽说没分吧，但又不是那种处理过的币，属于原汁原味微下水。第二，你这些北洋龙啊，全部都不带斑，斑别啊，代表着它的这个稀少的程度啊，越少的斑，它的价格自然也就越高。大部分都是长尾龙，偶尔有一块短尾，还有长尾短韵，这都是常见的款嘛。鉴于你是第一次接触银元，这过多的讲解啊，我也不给你多说了，说多了你也不懂，就直接给你一个参考价吧。10块的话，大几万块钱，这还是有的。大几万块钱？对，这价值确实不太高呀。我当时说给他弄丢了，他让我赔20万，这才值几万啊！值几万已经不少了，你平时能买得起这些皮盒北洋龙的人不多。既然别人已经找到你了，那你把东西还给你不都算了吗？那不能轻易还给他。我今天知道价值了，我心里有个数。他说快递员最起码得请我吃顿饭吧？那请你吃个饭也不算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人家快递小哥就行了。说实话，人家也不容易，1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既然是送错了，那就让他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也做个好人，给人家还回去吧。谢谢老板的鉴定。没事。再说吧。好。你们除了收古董，不知道收不收银矿石？我这有一块上千年的银石，含银量99.9%。银矿石，不过这形状看着挺古怪的，白花花的，确实是银子不假。这难道还有啥来历吗？一般银子是比较常见的，这银矿石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上千年的矿石就更少。我这有一个上千年的。听你说这银矿石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说。你这上来还整个上千年了，但是我看着你这形状比较特殊。白花花的颜色，如果有年份的话，它应该带包浆才对。可以说说你这个东西哪来了吗？我是在废品回收站500块钱买回来了。500块钱买回来了，那你捡个漏，这当银子卖的话，这重量好歹也能卖个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我肯定是不卖的。我为了这块银矿石，我现在都花了2万多了。花2万多了？那你这钱是咋花的嘞？500块钱从人家废品站收回来吧。当天我就坐飞机跑到广州了，去做了检测。
那你还为了这个小玩意儿还专门跑到广州，竟然还坐飞机去，这有点大费周折了吧？主要是咱这里不是没有那个金属检测仪吗？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白金的嘞。那你这想的太美了，废品站咋可能会有白金嘞？一切皆有可能啊！我这个银矿是吧？如果不是被我发现，估计那废品站老板啊都当铝给处理了。其实这个铝啊和银子除了这个都是白色之外，重量差别还是很大的。既然都被你捡漏了，那你这2万多块钱花的有点亏了。我倒感觉不亏啊，如果不多花钱学习，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银矿人能值300万啊。300万，我没听错吧？你这价钱是咋核算出来的？不用核算啊，因为它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稀少东西越稀少越贵，越值钱。怎么听你说这话，就像别人给你洗脑似的？你这2万多块钱都花哪儿了？2万多块钱也是我这2年花的，主要是没有遇到有实力的老板，你知道吧？人家拍卖公司建议我，等经济好一点再去上拍。我感觉你这是遇到了骗局。但凡只要是好东西，有实力的老板还是有很多的。关键是人家有实力有钱，不可能300万，对吧？就随随便便买个东西回去，对吧？人家投资讲究一个回报率，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证明是上千年的矿石呢？人家有经验的老专家，都已经给我写出了鉴定证书了，白纸黑字，上面写的就是上千年的银矿石。说到底啊，你这是花钱去买了一个鉴定证书。我给你来讲一下所谓的银矿石。第一，上千年的时间点不对。这个有色金属除了黄金不会氧化之外，像这种银啊、铝啊，它都会氧化。尤其是银子，它氧化的速度更快。你别说上千年，2、3年，说实话，这个新东西我看着像。另外，像你说的银矿石，它应该是石头类的半成品。而你这个用金属探测仪已经检测过了，含银量99.9%，这足以说明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成品银子而已，并非什么石头。说白了，你就是按银子价钱算就行了。我这拖着大概也就有1斤的样子吧，3000块钱一大管吧。3000块钱？对，你给我闹着玩的吧？没有，我都花2万多了，这是要卖300万的东西啊！你这本身是捡个漏，花500块钱从废品站买回来，蛮可以啊，稳稳当当小赚一笔。但是你为了把它变成白金，又不惜坐飞机去广州检测，这中间啊，正是有人看你想多卖钱，再给你不断搞出来的这个新花样，像什么银矿石，干脆再给你搞个上千年，这都是为了你口袋的钱，说实话才给你编出来的。哎，我也听出来了，你什么都不懂，我这几百万的东西能被你说成几千，气人啊！这是。别执迷不悟了，为了这区区50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你这一下子花了2万多了，而且还占用了你2年的时间。你想想，如果真是好东西，早就卖掉了，这就说明啊，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建议你啊，也不要再去送拍了。还有就是一切再花钱的这个东西，说实话也不要为了这个银块再去多花那个冤枉钱了。咦，好了吧，好了吧，你把东西给我吧，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好吧，好吧。这一次啊，可把我气坏了。这结婚啊下了1万1，结果就换回来3斤旧银子，这把我气得肝疼。1万1买3斤银子，确实是很亏，但是1万1的彩礼确实很低。来，我看啥东西？1万1放现在啊，确实很低啊。这是20年前的1万1，我这个气啊，都已经生了20年了。我感觉你这是吃了葡萄还嫌酸，这是正儿八经过去的老银元，这数量的话，估计得有50-60块吧。不多，正好是58块。哦，放秤上称啊，正好是3斤整。每次看见这银元，我心里都烦。你先不要太生气，58块银元，这放20年应该也不会赔钱啊。我看你这银元大部分，你看这都是冤大头，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整体品相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你这该不会把它们当3斤银子卖了吧？你都不知道，我以前拿去金店问过，去了几个店啊，结果没有一家收的，都说是假的。假的不至于，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去金店问价的话，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卖首饰的基本上都看不懂银元的真假。我也找过你们同行问过价，他当时好像只给我60块钱一个，我嫌亏太多啊，我就没卖。60块钱一个的话，那应该是20年前的那个价格。一般回收价要比这个市场价要低，你没卖是对的。现在银元和20年前比着，这已经翻了10几倍的这个价格了。好像没那么贵吧？现在银子我看了才5块多一颗，比20年前涨2-3倍。你不要一直把这个银元当做银子，那样比来比去就没啥意思了。
银子价钱20年前确实是1块多钱一颗，这20年啊涨了300多，但是银元他们又不按银子卖，哎，你不懂，说实话，你才会按这个银子价钱算。我就不懂啊！啊，这不知道啥时候能涨到500一个，我等了花都谢了。你不懂，那我就给你讲一讲。像你这些银元啊，现在都是无机文物了，它这个含银量只有9银1铜，你按银价卖的话，才100块钱左右。他们都是过去铸造发行的，数量说实话就那么多。他们又不是说你拿20多颗银子，你现在就能卖出古董的价格。哎，我这整体给你看了一遍，全是3、9、10年通货元大头，里边也有这个传样，哎，少许的传样。通货的意思就是按银元有流通痕迹，但不是太明显，里面无伤无戳。普遍我们个人家里边流通的银元都是这样，但是你这里边又没有特别值钱的8年龙样，所以价格就比较低了。通州的话，1000一个，58块，好歹说实话，现在也都是6万多块钱了。我没有听错吧？没有。我的目标价想要500一个，你这竟然能给我1000一个？对，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你想往500，只能说明你不懂。500这价钱，说实话，你现在去市场上买，根本就买不来啊！因为现在的银元，虽说它这个板分得很细，但是价钱啊还是非常透明的。20年前我媳妇儿的嫁妆，这在家里放了20年，对，没想到竟然还能挣钱。对呀，那你按1万1来算的话，确实是挣了一笔。不过20年前的1万1，它那个购买力还是可以的。那你放到现在，只能说是拿时间去换空间，哎，比存起来啊，说实话吃力气强。如果你再放20年的话，估计这个价格会更高。这就得看你的想法。你看这银元咋处理？我不放了，我现在急着有钱，这一下子全部卖给你了。全部卖给我？对，那也可以啊。不过在卖之前，我给你仔细的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板，顺便呢，你再给那媳妇儿打个电话，问他叫不叫卖。懂，好嘞，我现在就打。好。乖嘞，我这个银元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这一块破银元竟然能值110万。你这个是带帽的李元洪军阀币，如果是真币的话，大概价值在大几十万左右吧。这块银元是我邻居给我的，她也就是一个80多岁拾荒的老太太。我冬至的时候给她端了一碗饺子，她给我的。你这是好心有好报，一碗饺子换一块银元很超值。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材质确实是银的，这壁面压力不是太足，边吃看着也不是太舒服。既然是恁邻居拾荒拾回来了，你就在家当个小玩意儿玩着呗。既然能卖110万，我留着它也没有用。我新房子都看好了，一套精装修3房70万，我准备全款拿下。你这买房是好事啊，70万的精装3房，在咱周口确实不贵，但是你想指望这个银元去买房，未免有点异想天开了吧？我没异想天开，市场价110万，我便宜卖个70、80万应该有了吧？对，那你按常理来说，市场价110万的东西，一下子少要20、30万，绝对是可以轻轻松松立马卖掉的。但是这个银元是那邻居拾荒拾回来的，你说谁110万的银元，他会掉那个垃圾桶的呢？当破烂扔的东西多了去了。前几天我看新闻，那几十万的翡翠掉河里了，他如果不知道掉哪了，他绝对找不回来啊。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但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率不大。为啥这样说吧？因为稍微贵一点的银元都会平地入河，不存在这个裸币拿来拿去的。反正我运气就是好，一花500块钱找专家鉴定过了，就差人家没把钱亲自给我了。我知道你花钱鉴定过了，不然你这心态不会有这么自信。一般像你们花500块钱啊，相当于买个心安理得啊。鉴定了100万，这个数字谁都喜欢听，关键是你的银元是否能值那么多钱，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现在网上他们这个鉴定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口袋里边的钱。不是我给他们钱，是他们给我钱。你就说你能给我多少吧？这个给你报价之前，我先给你来讲一讲戴帽的李元洪。这个是当年李元洪啊当上民国大总统的时候，由这个武昌造币厂做出来了一款开国纪念币，和我们常见的那个光头李元洪，它的区别啊，一个是光头，一个是戴帽。而这个戴帽了呀，它就是第一款设计的纪念币，贵
它这个原因啊，就是存世量少。当时做出来之后，发现它这个人物肖像，它并不像李元洪，和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李元洪区别很大。大概当时市场也就发行了几百枚的样子吧，最后又做出来，也就是现在这个李元洪改版了。那个版啊，它这个存世量就大了。你想想，一个版的银元，它只有几百枚的存世量，所以啊，物以稀为贵，自然这个价格啊，它就不会便宜了。我也是怕卖亏了，所以多问几家价钱是没错嘞。那是啊，货比三家，你这个思维是对的。说实话，你这个品相还行吧，笔面最起码你看无伤无戳。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太新了。你看这笔面，这没有一点点的包浆，最主要是笔面压力不行啊。像这种没有大量铸造过的模具啊，它的这个银元不会有这么浮啊，压力它肯定是非常深的，而且它这个边齿也太软了。综合而言的话，也就是假币一枚啊。我好歹出500块钱鉴定费，人家都没有说是假的，你这鉴定的结果有问题啊！你出500块钱鉴定，说实话就算赔钱了。你想想，你这一碗饺子换回来了，对吧？它是银子，也就最多值100多块钱吧。他们把100多块钱的东西给你报成100万，他是想期许啊，忽悠你下一个500块钱。这银元也给你鉴定了，大概也就这么个情况吧。希望你不要继续上当受骗了。你说嘞，我肯定不会相信。你少在这里当我发财啊！好，那你再转转吧。我一个老顾客给了我4块银元，换了我20瓶白酒，你帮忙看看是真是假吧。4块银元换走20瓶酒，你连真假都不知道，那你为啥给他换了？来，我看啥样的银元？他是我店的一个老顾客了啊。平时他媳妇不让他喝酒，他是背着他媳妇拿银元给我换酒嘞。首先，这个真假是没啥问题，这4块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而且里边还有一块北洋龙嘞。不假就行，我媳妇害怕他给我假币。真是万一假了，我上他家里去了。那是小本生意啊，就怕这个收到假币。你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你这20瓶酒换过来4块银元，应该是捡个大漏。我看这4块银元品相还都不错，无戳无伤的。这如果变现买酒，远远不止买20瓶吧。我卖的都是好酒，都是自己家里酿的，那个也不是我们常见的1斤的量。一大瓶是5斤，30块钱1斤。就怕这银子不值那些钱。31斤1瓶5斤，也就是150块钱的本钱。20瓶的话3000块钱，那你还是稳赚不赔啊。银子好像才10几块钱一颗。昨天我媳妇去进店里，准备给孩子换个手镯，结果人家都不要。不要太正常了。第一，他不认识真假，人家只负责这个销售成品首饰。第二，那10几块钱一颗的价钱只是银首饰的价钱，和你这些银元它没任何关系啊。我知道，但是他们说这个银子含银量低，这4个只能换50-60颗的手镯，而且还让我给他补加工费。你这补工费太正常了，毕竟人家做生意也是要挣钱的。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你这品相那么好，你没必要给他们换啊。那你刚才还说我能赚到便宜，人家又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你肯定是赚便宜了，人家给你愿意换啊，就说明这银元是真的。他不要，应该是他不懂行情，反正你也没卖。那你给看看这个值多少，我心里好有个数，你给估价。首先，我拿你这里边最贵的这个北洋龙，我觉得这够你的这个本金了。这个3000块钱的酒钱，你应该也赚钱吧？利润还可以，能赚1000块钱吗？你这是一举两得，酒也卖了，钱也赚了。就拿你这个北洋龙来说吧，典型的这个长尾龙，笔面无伤无戳，字口还算清晰吧，算是通货品相吧。其实北洋龙里边最贵的要数它的艺术字，但是看你这个细看不带任何斑，大概给你估价的话，这个能给到3000左右。3000，这个价格可以啊。对，那这4块的话，轻轻松松能卖1万多啊。你不要想太多了，并不是所有这个银元都能值几千块，剩下的这3块就便宜了。像这种小头啊，其实是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币种。你这个状态算是全身打，包浆味道还不错，可惜它没任何斑。另外这2块大头比较常见嘛。哇塞，你这个竟然是22年这个传样，常见的23年传样和这个袁大头是一样，3年通货，就像你这个是1000亿左右，这个22年啊
比普通的这个银元贵1000多，你这个状态完全是没啥问题。哎，这个但凡没戳没伤的话，这个2000多还是有的。另外一块小头也就600-700块钱的样子吧。3块银元还不同的价格，这搞的价格这么离谱，我真是见识了。哎呀，因为你不懂行情，价格有差异很正常。再给你吃个定心丸，真假价格基本上都这样。最后再给你提个建议，下次啊，像这种裸币，哎，你不要随便乱收了。看不懂这个真假的东西啊，贵贱不能要。这次你赚了，并不代表以后啊，你还能收到真货。来，老板说的对，以后我会注意的，谢谢啊。啊，没事。我奶奶捡破烂给我这一堆这，我看白花花的，感觉重量像白金，你给我看多少钱哈？哎呀，奶奶捡破烂捡嘞。这只能说那奶奶运气真好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这些绝对不是什么白金，白金分8金、铂金，它的颜色你看这么亮，我看这数量还不少了，一下子10几根，这难道是奶奶捡破烂捡回来了吗？不是白金那不要了。俺奶奶神神秘秘的跟我说，这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前几天才捡回来的。说实话，我都不想去拿。不想闻他身上那臭臭的味道。不是白金，太令人失望了。哎呀，它不是白金，很有可能是其他材质的呀。再不济多少能卖点钱啊，无非也就是多少钱的问题。但是听你说这话，咋听着那别扭了？那奶奶有这些好的东西，第一时间她都想到了你。听你这态度，好像不情愿的样子。即使不是白金的话，也不至于嫌弃它呀。你说谁有条件，谁会去捡破烂来？哎，我不是嫌弃他，你肯定不知道。我一直给广东打工差不多也10来年没回来了。我在外面上班，一天好几十块钱嘞。要不是俺奶奶说她捡了宝贝，富有着我才不回来的。好歹这路费来回可1000多块啊。哎呀，你这打工打嘞，听你说这话，好像是为了挣钱，连家都不要了，竟然在外面打工10年不回来一次，花点钱回家看看有啥嘞？不能说为了分钱才回来，其实为了分钱也无所谓啊。你这连青红皂白都没问清楚，现在又心疼你那1000把块钱的路费，你知道那奶奶这些东西给你的这是啥不知道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反正不是白金，我知道白金值钱，一颗咋得好几百吧。这可重了好几斤嘛，应该能卖个几十万，可惜不是白金，太令我失望了。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它即使不是白金，价值的话也不会便宜了，因为你这10几根又这么重。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就是银子的话，这么着也能卖个1万把块钱吗？1万。对啊。那你帮我看仔细了啊，只要不是铝的就行。说实话，铝的便宜，一斤才10-20块钱。本来我想着花大牌嘞，卖1万，白白得1万也行啊。哎呀，你放心吧，这绝对不是铝，因为铝啊比较轻，我这托手里边这重量还可以，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响金扑打银，听声音就是银子，看器型的话，应该是别人这是私自熔的。你看长短大小不一，而且时间也不长，因为银子容易氧化，这外面没有一丁点的包浆，含银量还可以，能达到3个9的含银量吧。颜色在这放着呢，如果含银量低的话，颜色不会发白。东西质量也没啥问题，大概价值也就是1万多块钱吧。听我估价，你这开心了吧？这一次没让你白跑一趟吧？这还差不多，回来一趟，因为回来的比较急。说实话不知道值多少钱，我现在还没给俺奶买东西呢。马上我回去给他买20块钱的鸡蛋糕去。买多少啊？20块钱的鸡蛋糕？你这对恁奶可亲啊！这妥1万多块钱的东西给你了。你这咋着也得给他买个几百块钱的东西啊！你这做人也太小气了吧！你不知道，俺奶年纪大了，俺给他买鸡啊、肉啊，他嚼不动。哎，我发现你管的真宽，买多少钱东西你也管。哎呀，我只不过是看不过去了而已。买多钱的东西是你的一份心意，他不吃是不是？他吃不吃是恁奶的问题。你这一说20块钱，我这听着都有点气人。做人不带这样抠的，不然容易伤人心。你看恁奶奶有好东西，第一时间都想到了你，你这可倒好。只买20多块钱的东西，这不是太过分了吗？你都不知道，我一来一回路费也不少嘞，加上回去上班嘞，这几天请假费用，这到时候这都换成钱，到时候才几千块钱，我又请了好几天假，仔细算算也没赚多大便宜。你这说这话都不够一句了，奶奶好心好意给你10几根银条，在你看来就是做生意讨价还价嘞，
就是不给你一丁点东西，你10年不回家看看了，你咋着回来看看恁奶，对不对？你把我气的，我这都想骂人。给你这东西赶紧拿走，说句话，赶紧走，赶紧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你不想看见我，我也不想看见你的，你生意不做，有生意你不做。我这个准婆婆真是一个怪人。咋了？人家下3年都是买项链、戒指和手链啊，你看她给我这2个算啥？现在结婚下彩礼啊，都是买3金首饰。你这个婆婆，我相信应该不会小气了。来，我看看都是啥来。我看她就是真小气，不是一般的小气。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这俩东西，估计是不想给我买3金首饰了。一般结婚下彩礼啊，才买3金首饰。你这第一次见面就送你俩金锭，你准婆婆真是很大方。这俩金锭啊，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而且还都是高分，字口状态还都不错。2个重量加在一起，就相当于是1两的小黄鱼了。像你说的3金首饰，应该重量不是太重，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虽然他没有明说啊，大概意思就是用这个代替3金首饰了。哦，我们村买3金首饰的话，戒指带5克，耳环带5克，手链带20克。我要这个有啥用哎？你这算术学的不是太好啊！3金首饰加在一起才30克，你这俩金锭总重量就超过37克了。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即使他不给你下3金首饰啊，你这也不算吃亏，因为你这俩是过去的老金锭，你就是现在按金价卖，价钱肯定也要高于金店的那个黄金首饰的价钱。你看你这个老板就是爱抬杠，我说半天了，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他就再是老黄金，我不能拿出来，穿俩绳子戴脖子里吧？你说这像什么样子？哎呀，你先别着急，谁也没有说让你穿绳子戴脖子里，确实不美观。因为你第一次见那准婆婆，这个送你任何东西啊，这都算见面礼。至于买不买3金首饰啊，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以后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啊，那婆婆真不给你买3金，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俩金币变现，你直接拿着钱想买啥就买啥。我不懂还是你不懂？如果我用过去的黄金去给别人换3金首饰的话，万一这俩黄金不纯了，我得补很多钱。你说我这来回折腾，你说我图的啥呢？看来你确实对这个金锭不懂。我刚才就说了，你不会吃亏。首先，这个金锭它的含金量和现在3个9的黄金含量是一样的，因为过去的炼金术很厉害，金锭的含金量都很过关，所以这个含金量是没啥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你用这个给别人兑换，你是吃亏了呀。我吃什么亏？你现在拿着黄金去金店给别人兑换首饰，不补工会的话，你说谁给你换呀？反正我是不愿意再多花钱。哎，不要太小气了。这么说啊，那婆婆也是给你那么多黄金了，你掏点工费，说实话也不伤啥大脾气。再说了啊，像这种过去的金锭啊，你拿去给别人换黄金首饰，你肯定吃亏。我给你来估一下价吧。首先，像这种重量5000的金锭，在过去啊，它这个发行量不大，相应它这个存世量也不多。况且你这俩状态都非常好，都是 MS 未流通的状态，都有分，一个61分，一个62分。金锭和银元都是看它的字口的，你看你这俩字口非常清晰，没有什么流通痕迹，保存的不错。它不像现在的黄金，你只要有钱，对吧，都可以随意买，你要多少可以买多少。但是像这种民国的这种金锭啊，价位肯定比现在的黄金1克要贵50到60，这是它的回收价。你算下来的话，你这俩轻轻松松，说实话卖个2万多块钱，应该是没啥问题了。2万，对，这价钱还差不多啊。现在金店黄金首饰500一克，对，2万块钱可以买40克了。对，价钱的话，只要你不忽悠我就行。不会忽悠你，我只是给你大概估一下它的价。大差小不差吧，毕竟你这俩金锭啊，状态搁这放着嘞。说句不好听的呀，你就是按现在的金价卖破烂，在现实生活当中，说实话也能卖个1万6、7，但是在我们回收的时候也收不来，所以综合比较下来，你这俩金锭还是不错的。谢谢老板的分析，差点就误会下这准婆婆了。哎，对，拿回去吧，好好放着。好好。俺们今天定亲下礼呢，我拿他2块银元，他今天冲我吼，你看这俩能不能卖个1000块钱？妹妹下彩礼的银元2块想卖1000，定亲银元你给他卖了不太合适吧？来，我看啥嘞？那有啥不合适呢？我是他亲姐，她是我亲妹，我拿他2块破银元换成钱花，多正常呀！呀，你这2块银元这都是龙样，而且入的都是皮盒，这俩银元你想卖1000块钱不妥吧？
你如果嫌贵的话，那我再给你便宜一点给多少？你看着办。你这样说的话，你对音源就不懂了。这俩好歹啊，都是龙阳3剑客里边的赵中北阳，虽说皮壳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品相还可以，原汁原味的。毕竟恁妹妹定亲的彩礼，你这当街了卖了不合适啊。跟你说实话吧，这姻缘一看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别人定亲下彩礼拿的都是10万8万的，对，要么是黄金，拿10块破姻缘不值钱。你可能误会恁妹夫了，现在定亲用姻缘也有一定的寓意啊。咱中国人讲究天圆地方，姻缘又是圆的，寓意这婚姻圆满，比给彩礼有意义多了。你也不用记着那么多我要不是手起背呗，我今天也不会拿他这些姻缘等我牌挣了钱到时候我给他多买几块。你这当姐了说话这都不太地道了。妹妹定亲按理说你应该帮衬一下，你不说拿他彩礼姻缘了，多少给他点帮衬点。还有就是你玩牌10赌9输，指望着玩牌赢钱，你买姻缘也不太现实啊。刚才我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今年算是借用的下个月发工资了我给他再买2块，不能吃了吗？你这话说的倒挺轻巧，像这种姻缘可不是上班族能买得起嘞，2块你得攒几个月的工资嘞？我1个月3000多的工资你别在这里看不起谁这银子就按10块钱一颗算有多重我还是知道的一块姻缘标准重量是26.8克，2块下来53克几吧。你按你10块钱一颗的话，才500多块钱。关键是姻缘它不按废银子卖啊。我说实话吧，我今天就给他按破烂卖了。你给我数钱吧。如果真是500多块钱的话，你连外边的这个评级盒子费用都不够，更何况里边的这龙阳了。就说这最便宜的这个34年的北阳龙，你这拿上手一看，这就是短尾。这个短尾啊，在北阳里边算是贵的了。它这个尾巴你看比较短，包括头上它这一个云朵，也有点短。状态好，说实话真是没得说。我个人认为，除了没给分之外，哪都好。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了吧，而且字口两面这都属于全身大，这一看就是原味笔，拿在手里边，说实话非常舒服。就凭这个状态，没有大几天，恐怕你也买不到吧。大几千？对呀，你没有回我吧？没有。这感情好呀！这我妹夫可以呀，我也以为不值钱呢。你以为不值钱，是你把他们当破烂卖。说实话，完全是因为你不懂。还有另外一块这个造币中长，这在我们常见的龙阳里边是最贵的。XF97就是笔面有褒奖，这个笔面算是原味的了，因为赵中啊，它这个存世量较少，平时人缘也比较好。属于大家必玩的币种，所以一直都是稀缺的。看状态的话，你这个龙鳞包括鼻子，我感觉不错，还有字口还可以。我个人感觉97连评了，给分这个状态都是几万的东西。目前来看，大概2万以内吧。乖乖嘞，这价值真是令我意想不到呀！对，我也以为只卖个千把块钱呢。看你挺实在的，今天全部都给你。你这俩姻缘，今天你说的天花乱坠，我都不能要。当然啊，你也更不能卖。你之前不知道价值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你就得明白妹妹为什么哄你了。这是她的终身大事，你这当姐了不能说玩牌，对吧？就来搞破坏。算了，你要不收，我都卖给别人去。你不要算了。三思而后行啊！你赶紧给我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银子？这一大块银锭是俺朋友撒网撒上来的，我准备给他5000块钱一斤买回来。这撒网咋可能会撒到银锭呢？5000块钱一斤，买贵了吧？来，我看看啥样的银锭。我感觉我都是买贵了啊！商场的银子一颗才10块钱，我去路边的首饰店一颗才6块，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买贵了。哇，你这是一个清代50两的大银锭啊！这字口比较清晰，这5000块钱一斤买过来，绝对有捡大漏。你也别说捡漏不捡漏的啊！你都说我18000买回来，会不会亏？这是我比较关心的。这绝对不可能存在亏啊！这好歹也是50两的银锭，而且你这个还金珠挂底啊！一般银锭啊，蜂窝很少有这种金珠挂底，定面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褒奖，品相不错。18000买回来，这非常超值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啊，你说商场的银子一颗卖10块钱，对，有的地方卖6块，对，这中间错4块了呀。我这买回来一斤会不会赔2000呀？你说的6块10块钱一颗的银子啊，和你这银锭完全两码事。金店的银子它到处都是，但是他们又不是股东。
还有都是这个含银量是不是一样？今年的银子人家都说4个9，我这含银量是不是不存在？我感觉你绝对跑题了，银锭含银量多少啊，和价值没任何关系。这个说，刚才我也跟你说了，4个9的银子到处都是，这种50两的银锭存世量屈指可数。再说了，过去的银锭也算是现代的这个主银吧。我关心的是，那朋友撒网，咋可能撒出来这大的银锭嘞？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啊。他最近在自己家里面坑里面不是练习撒网了吗？因为水不是太深，总有东西挂着他的网，下河一摸，都摸出来一个这。下河摸出来，这还说过去了。但是银锭如果长时间在河里边的话，它这个包浆不可能是这种样子嘞。哎，你这包浆这一看，这都传世包浆，不像是这水里边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包浆你都别说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值。这5000一斤，这买回来亏不亏的？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5000一斤买回来的话，一颗才花到10块钱，相当于是按现在的银价买来，100%不亏，反而是大赚特赚。首先啊，像你这种50两的银锭，在过去存世量本身就少，而你这个品相，这是典型的商定，可以从它这个字口看出来。你看，庆贸易银录宣统，这是宣统年间时期的，字口清晰。这种50两的银锭啊，在过去属于最大的钱了，所以过去普通人家没有，现在更是少见。它这2个耳朵，这都一般吧。定面说实话，这都有这个流通痕迹。银锭除了看耳朵之外，最主要就是看它这个蜂窝了。而你这个蜂窝，你仔细看一下，存在这个金珠挂底，这蜂窝有极少的这个圆珠，这看起来非常漂亮，整体看着非常舒服。就像我们常见的这个1两的那种小锭，基本上现在都20块钱一颗了。你这一颗花到50、60，轻轻松松卖个10来万没问题啊。你的意思轻轻松松我赚个8万块钱没问题？对，这不可能赚那么多吧？主要是你买的便宜。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买银锭是按银子价钱算的。刚才我就跟你说了，银子比较便宜，这种古董啊，它都是按个来算的，完全看它的品相状态，越好，定型越漂亮，它越贵。18000确实捡大漏了，关键是你这个银锭它的这个来源的问题。这绝对不可能是在河里边撒网找到的，你这心里边有个数就行了。你只要我赚钱都中，只要不赔钱都中。谢谢你，老板。没事。我这个朋友平时可小气啊，咋了？昨天我去他家喝酒，走错房间了，到他书房一看，乖，桌子上摆了几十个金条，我感觉这绝对不是真的。你这绝对这个词儿啊，用的不太好。现在有很多有钱人都比较低调。你这个金条拿在手里边，你看沉甸甸的。从器型上来看，这金条虽然说样子不太好看，应该是个人直接融的，但是它这个含金量还是可以的。7青8黄9紫10赤，这个金条的含金量绝对是赤金。你这随手给人家拿过来一根，你这可不是朋友所为啊！你这话说的，把我当真呀？别人不了解他，我肯定是了解他的呀。我拿这根金条就是要揭他的老底儿。让他没钱别找大款。你这个未必对你这个朋友了解啊。这个金条含金量是没问题，刚才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还有就是作为朋友啊，不应该相互帮衬吗？你这怎么搞得跟仇人似的？仇人倒谈不上，也算是损友吧。我感觉这金条不可能是真的。平时你给他借1万块钱都没有。他都是跟着别人蹭吃蹭喝的那种。他家里如果真有几十根这种金条的话，那你这个朋友绝对不是普通人。像你说的，平时他连1万块钱都没有，很有可能啊，他这是不想露富，做人比较低调吧，怕别人给他借钱。反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吧。那估计他就是怕别人给他借钱。上次借我1万块钱还分期，现在还欠我7000块钱呢。正好这黄金给他卖了。算给我抵账了。虽说你拿过来的这个黄金不假，但是你这贸然的卖了抵账是万万不可的。首先啊，在恁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啊，视为窃，这种方法不可取。另外啊，他虽然说借你1万块钱，但是还弄个分期还，还差7000没还完，确实有钱不还，还挺不地道的。最好啊，你是直接给他要钱，别变相的卖这种东西。
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爱听。咋？说实话，如果这根金条是真黄金，我就想给他上一课。除非是过去的老古董，这绝对不能乱卖。古董黄金倒是谈不上，一般过去的古董黄金啊，和这个形状差不多的是民国的大黄玉、小黄玉。大黄玉是重10两，小黄玉是重1两，还有5两的长条，形状和这个有所差异。过去的古董金条啊，上面打的都有钢标，上面标注了有商号的名字，还有它重量之类的。虽说各式各样吧，但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对吧？比较正规。它不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这一看啊，它这都不是正规军，从器型上看明显不成形。一般啊，像这种金条都是个人用最简易的方法熔成的，你看上去没有任何美感可言。而且从金条的颜色上看，它也不是过去的。过去的古董金火气没有这么明显，尤其是它这种称量的，这一看啊，就是现在标准的3个9的黄金。你别说卖了，你这忽然间给他拿出来一根，就相当于是给他上一课了。你说的也对，他平时也挺小心眼的。对，如果真是黄金的话，肯定能值个1万块钱。昨天喝多了也就算了，今天发现少一个，他该伤心了。对，几十根金条，他既然放到桌子上，肯定是没事的时候喜欢把玩，数量肯定是天天数。这忽然间发现少一根，肯定也着急。这我拖着重量得有200多克，不显山不漏水的，这有10几万的价值嘞。万一一着急啊，他再怪罪他家的孩子，如果有暴力倾向的话，再打一顿他孩子，说实话，这真不划算了。对，你说的也对啊，老板，那我赶紧给他还回去吧。哎，对，给他还回去吧。谢谢老板，没事。谢谢。